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君主计划：神秘组织与怪兽之谜》这一部影集的剧情杂谈与彩蛋解析，以及这部剧和《金刚大战哥吉拉2》的关联。不过剧情杂谈多是吐槽，想跳过这部分的朋友可以快转到这里。作为怪兽宇宙的前传，这一部影集在预告和宣传上主打揭开古老的泰坦巨兽与神秘君主组织背后的真相，如同世界观设定般游走地底，将表面的电影剧情给全盘串起。当然，这是连续剧，碍于预算，所以别奢求会有多少怪兽戏份，更别妄想会有惊天动地的怪兽厮杀场面。所以我们只能求人类文戏不要太废，剧情可以填上怪兽宇宙的坑，让我们能够一探神秘的君主计划与怪兽之谜就好。结果呢？结果不但是怪兽迷看了个寂寞，甚至还被剧中的人类剧情给恶心死。有人大言不惭地说，如果你可以欣赏文戏，那么这部总共10集的影集便可以算是怪兽宇宙，同时也是被称为传奇哥吉拉系列至今的影剧作品里最好看的一部作品。即使我们去掉怪兽宇宙的滤镜来看这部剧，它的文戏也经不起推敲，甚至还到了恶烂的地步。剧里由人类主导的文戏和剧情设定根本就是无脑和糟蹋这10年来怪兽宇宙的拓展。这部影集的剧情分成2条主线，靠6个角色撑起来。第一条主线是50年代的狗血三角恋，第2条主线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角色搭配上2个同父异母的兄妹在千里寻亲。所谓的文戏几乎都围绕在人物情感做开展，对拓展怪兽宇宙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说怪兽画面少，我可以理解是经费不足，可是关于怪兽的内容在剧情口头对白或是资料文件也没什么提及，这我就不明白了。看这个剧无非是想了解怪兽多一些，结果人家给你的是有名无实的狗血8点档，所谓传奇哥吉拉系列至今的影剧作品里最好看的一部作品。好吧，没有填补怪兽坑，但是至少这部影集可是挂着君主计划的名号的，那么看完应该可以多了解神秘组织君主计划多一些吧。不好意思，剧里把君主计划塑造成自私自利草菅人命的组织，因此6个角色都对君主计划嗤之以鼻，甚至懒得去介绍他。最可恶的是，连怪兽宇宙大元老秦泽博士的大名在剧中也只有带过，其地位完全被稀释淡化。秦泽可是怪兽宇宙前2部的中流砥柱，结果挂着君主计划名号的影集却对他只字不提，这像样吗？就这么一部影集，要怪兽之谜没怪兽之谜，要了解神秘组织又仿佛这个组织不值一提，还说是怪兽宇宙最好看一部作品，笑话了。另外在影集里50年代便出现伽马射线装置，这一具可以利用模仿伽马射线的方式引诱泰坦巨兽前来的机器装置，和怪兽之王里的欧卡声纳设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作用，都是可以转移怪兽注意力的器材。剧情里军方是掌控了这项装置，君主计划也知道它的存在。既然如此，在2014年的木托大闹旧金山，军方或是君主计划大可以一早便引开木托，或是转移19年王者基多拉的注意力，免去旧金山或是波士顿的浩劫。所以这伽马射线装置的出现只会让怪兽宇宙显得荒谬，毫无拓展或填坑的作用。我原本还想说这是一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前传，可是后来发现它连前传这2个字都高攀不起，毕竟珠玉在前，传奇影业曾推出《哥吉拉觉醒》这一部前传漫画，既补充了君主计划的起源，也对秦泽博士加入君主计划的人物设定有深入刻画，甚至还交代了数百万年前关于怪兽陷入沉睡以及在近代苏醒的原因，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前传。此外，关于经典画面比基尼核爆，在漫画里有完整的故事开展，讲述的是一头变形怪兽和哥吉拉大战，最终军方打算在比基尼环岛用原子弹一箭双雕解决2头巨兽。对比之下，漫画根本就是神作，这部剧简直就是垃圾，所以大家还是当做平行宇宙看一看就好。毕竟连传奇影业在哥吉拉大战金刚2的宣传上也对它绝口不提，看来是烂到被切割了。然而关于这部剧还是有些彩蛋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剧情里这几个家伙闯入空心地球，时间计算方式和地表不同这一点，其实他们进入的是介于空心地球和地表世界之间的夹缝，夹缝里的时间流动受到重力影响，所以只要在那里待上1天，约莫便是地球表面的1年左右。有趣的是，夹缝并不需要像闯入空心地球一样面对重力反转，比较像是通过一扇异世界的光束或是结界便可以进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哥吉拉从容自若地出入夹缝中。
接着是哥吉拉为何会在沙漠沉睡，而不是回去深海圣殿休息？是因为2014年在旧金山大战木托夫妇后，哥吉拉还面对至尊木托的威胁，贝奇被至尊木托轰烂，在打败至尊木托后，能量倾泻而出，因此没有足够的力量回去深海圣殿，倒在荒漠休养。贝奇也因此长成更接近珊瑚状的模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4年的哥老和19年哥老的贝奇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在影集里也有呈现出来。这一点在《怪兽之王》续集漫画《哥吉拉余震》有详细的描述。第三，影集结局的时间点落在2017年，距离《怪兽之王》还有2年。这里君主计划和顶点科技 Apex 有了合作，并且在骷髅岛建立基地。这样的安排解释了为何在哥吉拉大战金刚里，顶点科技会拥有骷髅岛上的颅骨巨蜥，并让他们作为机器哥吉拉的测试对手。不过如此安排也推翻了《怪兽之王》电影小说的设定。小说里提及顶点科技可以取得颅骨巨蜥，是因为2019年的波士顿大战，基多拉唤醒百兽，群体作乱。然而傲娇的金刚拒绝响应，不过岛内地底深处的颅骨巨蜥则倾巢而出，打算归附基多拉。但是颅骨巨蜥要离开骷髅岛，还必须先通过金刚这一关。由于金刚的父母便是死在颅骨巨蜥的手上，金刚要他们血债血偿。此外，岛上原住民伊维族也极度痛恨颅骨巨蜥这一种嗜血生物，因此金刚和伊维族联手，不断击杀从地底冒出的颅骨巨蜥，全力阻止他们离开骷髅岛。尽管大部分巨蜥都被金刚和伊维族杀死，但还是有一小撮成功逃离骷髅岛。当然，这群颅骨巨蜥在基多拉事件后便被顶点科技捕获，并用克隆技术大规模复制，成为测试机械哥吉拉能力的实验品。相较影集的设定，小说的安排精彩多了，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影集要吃书。此外，金刚从雷雨交加的骷髅岛丛林中窜出。骷髅岛之所以陷入这幅暗无天日的末日景象，按照金刚大战哥吉拉的前传漫画，是因为入侵骷髅岛的深渊之王卡马佐兹掀起遮蔽太阳的风暴，和骷髅岛原本的风暴屏障结合，成为永驻岛上的超级风暴。再来则是金刚与卡马佐兹的大战，也造成伊维族家破人亡，大部分族人被卡马佐兹的爪牙撕碎，成了怪兽的耳食，只有极少数活了下来并离开骷髅岛。伊维族罗利吉亚便是在这个状况下失去双亲，被安德鲁斯收养。但是金刚与卡马佐兹的大战时间点其实是在怪兽之王之后，因为卡马佐兹便是被基多拉唤醒的怪兽之一。这样看来，影集也选择无视这个设定，纯粹为了让自己影集里的顶点科技和金刚挂钩，才硬扯上骷髅岛。不过这也暗示了未来顶点科技或许还会出现在哥吉拉大战金刚2。在影集里提到顶点科技积极开发神经控制的系统，除了机械哥吉拉之外，推测如果传奇影业没有和影集切割，这一套系统便和哥吉拉大战金刚2的机械手套有关系了。按照这套机械手套的外观设计来看，既不像是盔甲，也不见任何武器机关，看起来妥妥就是辅助一只的作用。猜想是金刚与刀疤王陷入苦战，最终右臂被废，所以需要借助机械发力吧。和刀疤王干架还需要辅助一只，看来这一部电影应该是金刚最终的战役。要不然大家说一说，电影干嘛要放出小金刚呢？看来距离金刚2是不远了。总结来说，这是哥吉拉迷必看的怪兽宇宙影集吗？不是，没看它并不会影响传奇怪兽宇宙的故事观，反而是看了会毁了三观。毕竟这影集既称不上是电影前传，甚至连金刚大战哥吉拉2的前菜都谈不上，纯粹只是前来凑热闹的一部同人作品罢了。以上都是一个对怪兽充满热爱和迷恋的粉丝恨铁不成钢的愤慨。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和我分享。感谢你们的观看和支持。若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给我小小的鼓励。我们下回见。